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1. 美国主要新闻机构拒绝五角大楼的新新闻政策。据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国防部长彼得·赫格塞斯于10月14日发布最后通牒，要求所有驻五角大楼记者在当天下午5点前签署新的媒体限制政策，否则次日交还记者证。这项史无前例的政策要求记者承诺不得获取或使用未经授权发布的信息，即便是非机密内容，违者将被吊销采访证件。ABC、CBS、CNN、福克斯和 NBC 5大电视网联合发表声明，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路透社、美联社等30多家主流媒体一同拒绝签署。五角大楼记者协会警告称，这些规定似乎旨在压制新闻自由，甚至可能让记者因正常采访而面临起诉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赫格塞斯此前曾是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而如今连福克斯也加入了抵制行列。仅有极右翼媒体 OWN 表示同意遵守。这场罕见的媒体联合抵制会对美国新闻自由产生什么深远影响？新闻自由倡导组织认为，若五角大楼成功实施这一政策，将开创危险先例，其他政府机构可能效仿设置类似限制，最终侵蚀宪法第1修正案赋予的新闻自由基石，使公众对1万亿美元年度军费开支的知情权受到严重威胁。2. 英国政府必须为2050年全球气温升高2摄氏度做好准备。据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报告，该独立机构于10月15日正式致信政府，首次明确建议英国必须为2050年全球升温2摄氏度做准备，甚至需考虑本世纪末升温4摄氏度的最坏情境。报告指出，在当前 1.4 摄氏度升温水平下，英国已经历史上第2差收成和有记录以来最热夏季，导致300名伦敦市民额外死亡，而该国尚未适应现有极端天气，更不用说即将到来的灾难。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布朗男爵夫人警告称，若升温达到2摄氏度，热浪发生概率将翻倍，英格兰干旱时长加倍，部分河流洪峰流量激增 40%， 野火季节将延伸至秋季。这与巴黎协定力争控制在 1.5 摄氏度的目标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全球减排承诺正在瓦解的严峻现实。英国放弃 1.5 摄氏度目标，转而筹备2摄氏度升温，将对全球气候行动产生什么连锁反应？气候专家指出，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和巴黎协定重要推动者，英国此举可能引发多米诺效应，促使更多发达国家调整适应策略，而非强化减排承诺，从而加速全球气候治理从缓解为主向被动适应的战略转型，最终使人类错失最后的减排窗口期。3. 沃尔玛和 OpenAI 通过对话式商务探索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据多家科技媒体报道，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于10月14日宣布与 OpenAI 达成战略合作，客户将可直接在 ChatGPT 内使用即时结账功能完成购物，标志着代理式商务时代的到来。沃尔玛 CEO 道格·麦克米伦表示，传统电商多年来局限于搜索栏加商品列表的静态模式即将改变，新体验将是多媒体、个性化和情境化的原生 AI 交互。消息公布当天，沃尔玛股价飙升近 5%， 创历史新高，市值单日增加约410亿美元，投资者将其视为 AI 驱动商务的里程碑。值得关注的是， OpenAI 强调产品推荐结果保持有机且无赞助，完全基于相关性排序而非付费置位，这对建立用户信任至关重要。这一合作直接挑战谷歌长达数十年的在线发现入口地位，将 ChatGPT 定位为新的在线发现起点，与亚马逊 Rufus 助手形成正面竞争。这种 AI 直接完成购买决策的模式，会如何重塑消费者对算法推荐的信任边界？零售科技分析师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算法透明度与推荐公正性的平衡。若 AI 推荐被证明受商业利益操控，将迅速丧失用户信任，但若能真正做到中立且精准预测需求，将开创消费者愿意让 AI 代理决策的新时代，从根本上改变零售业态。4. Graphite 报告发现，超过一半的新在线内容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
据多家科技媒体报道，搜索引擎优化公司 Graphite 于10月14日发布研究报告，分析了2020年至2025年5月间发布的5万个网址后发现，截至今年5月 ，AI 生成文章占新发布内容的52%，首次与人类创作内容形成5-5开局面。报告显示 ，ChatGPT 于2022年11月发布后，AI 生成内容急剧攀升，仅12个月后就占据近40%份额，并在2024年11月短暂超越人类创作。值得关注的是，尽管 AI 内容生产泛滥，搜索引擎和聊天机器人仍优先展示人类作品。谷歌搜索结果中86%由人类撰写。ChatGPT 和 Perplexity 引用的文章中82%出自人工。2022年，欧洲刑警组织曾预测到2026年网络内容90%将由 AI 生成，但现实表明，内容农场正在意识到，搜索引擎不买 AI 劣质内容的账，排名普遍较低，这或许解释了 AI 内容增长放缓的原因。当 AI 生成内容占据互联网半壁江山，这会对人类知识传承和创造力产生什么根本性冲击？数字媒体专家警告称，若 AI 内容持续以现有数据训练 AI 形成自我喂养循环，将导致信息质量螺旋式下降，最终威胁到人类原创思想的多样性和深度，使互联网从知识宝库退化为算法回声室。这场数字近亲繁殖可能让未来世代失去接触真正人类智慧的途径。加州州长签署法案，保护儿童免受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的伤害。据洛杉矶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加州州长纽森于10月13日签署一系列开创性法案，成为美国首个全面监管 AI 聊天机器人儿童安全的州。参议院243号法案要求 ChatGPT 等平台必须监测自杀倾向迹象，每3小时提醒未成年用户这是 AI 而非真人，并强制休息、屏蔽色情内容，违者将面临每项违规2.5万美元罚款。此举源于一系列悲剧事件：佛罗里达少年塞维尔与 Character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情感依赖后自杀。加州总检察长9月致信 OpenAI 表达严重关切。然而，纽森同时否决了儿童权益组织支持的1064号法案。该法案要求企业证明聊天机器人不会促使儿童自残才能向未成年人开放，理由是限制过于宽泛可能导致全面禁令。科技行业前半年投入250万美元游说反对相关法案，而纽森签署的法案被批评为经大型科技公司施压后大幅淡化的空心汉堡。值得注意的是，纽森本人育有4名18岁以下子女。州长在儿童保护与科技创新间的妥协平衡，会为全美 AI 监管开创何种先例？政策分析师指出，加州作为硅谷所在地，其立法具有风向标意义。若这种最低限度干预模式被其他州效仿，将形成保护儿童让位于商业利益的危险常态。但若执行有效，也可能证明渐进式监管优于一刀切禁令。这场实验的成败将直接决定美国联邦层面是否出台更严格的 AI 安全法规。英国将在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0万架无人机。据英国国防部官网消息，国防大臣希利于10月15日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宣布，英国已在2025年前6个月向乌克兰交付超5万架军用无人机，并承诺在本财年，截至2026年4月。结束前完成10万架交付目标，这一数字较2024年的1万架暴增10倍，涉及6亿英镑投资，包括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无人机、拦截俄罗斯导弹的防空无人机以及抗电子干扰的光纤无人机。英国国防情报部门证实，无人机在乌克兰前线造成的伤亡已超过火炮，而英国提供的无人机占俄军装备损毁的60%到70%。希利警告称，俄罗斯9月向乌克兰发射约5500架自杀式无人机，较8月的4100架大幅增加。普京在乌克兰和欧洲的危险升级必须通过提升无人机产能和强化北约防空来匹敌。英国同时完成14万枚炮弹交付，并追加47亿英镑培训乌军，这些动作与6月2日发布的战略防务评估呼应。该报告建议英国打造更致命、技术驱动的军队，并承诺国防开支在2027年4月前升至 GDP 的2.5%。
英国如此大规模武装乌克兰无人机力量，会将俄乌战争推向何种新阶段？军事专家认为，无人机已彻底改写现代战争规则。当防御方掌握压倒性无人机优势时，进攻方的传统装甲推进将面临蜂群绞杀困境。这或许能冻结前线态势，迫使俄方重新评估军事选项，但也可能引发俄罗斯对英国本土及北约东翼的网络攻击或混合战升级，将冲突外溢至整个欧洲大陆。7. 欧盟提出短期租赁规则以解决住房负担能力问题。据《卫报》等多家欧洲媒体报道，欧盟首任住房专员、丹麦社会民主党人丹约根森于10月15日接受采访时透露，欧盟委员会计划针对 Airbnb 和 Booking.com 等短租平台推出新规，以应对被其形容为社会危机的住房负担能力问题。这份原定2026年发布的欧盟首个可负担住房战略计划已提前至12月公布，凸显问题紧迫性。约根森警告称，短租平台在许多城市已成为巨大问题，若政策制定者不认真对待，反欧盟民粹主义者将会获胜。统计显示，2010至2023年间，欧盟房价上涨 48%， 租金上涨 22%， 远超 36% 的通胀率。截至2023年，近 9% 的欧盟人口将超过 40% 的可支配收入用于住房。希腊、丹麦和德国尤为严重。从里斯本到巴塞罗那的城市将旅游短租与长租供应减少和社区变迁直接挂钩，而欧盟此前仅要求平台与当局共享数据。新计划预计将进一步统一定义，并帮助地方政府执行限额和分区管制。值得关注的是，西班牙正计划对非欧盟居民购房征收 100% 税收，而社会党议员甚至呼吁全面禁止外国人购买房产。当住房从居住权异化为投机商品，欧盟此举能否真正扭转金融化住房带来的社会撕裂？住房政策专家认为，这场博弈的核心在于重新定义住房属性。若欧盟成功建立统一监管框架，迫使平台透明化运营并限制投机资本，将为全球城市提供可复制的治理范本。但若规则执行力度不足，沦为象征性举措，反而可能加速民众对传统政治的失望，最终让极右翼民粹势力借住房危机攻城略地，赢得选举，使欧洲陷入更深层次的政治动荡。8. 新加坡成立网络安全委员会以屏蔽有害内容。据多家亚洲媒体报道，新加坡政府于10月15日向国会提交网络安全救济与问责法案，计划在2026年上半年前成立在线安全委员会，赋予其强制社交媒体平台屏蔽有害内容的权利。这一立法源于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今年2月调查发现，超过半数涉及儿童虐待和网络霸凌等合法投诉未被平台及时处理的严峻现实。新委员会将有权针对网络骚扰、人肉搜索、跟踪、亲密图像滥用及儿童色情等问题发出指令，要求平台限制新加坡境内用户访问有害内容，允许受害者发布答辩信息，禁止施害者使用特定平台。若平台拒不执行，委员会可直接指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封锁整个服务，个人违规者最高面临2万新元罚款和12个月监禁，企业则面临50万新元罚款。法案还引入法定侵权责任制度，明确内容发布者、平台管理员和服务商三方的义务和责任，受害者可通过法院寻求赔偿和禁令救济。然而，权益倡导者批评该法案可接受内容定义过于模糊，引发言论审查担忧。越南最近就以类似网络安全法名义强制删除大学性侵案视频，声称是虚假内容。当政府获得屏蔽有害内容的广泛权利，这道模糊边界会否演变成压制异议的工具？数字权利专家警告称，新加坡此举虽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真实伤害，但有害内容定义的主观性和缺乏独立司法审查机制，可能为威权政府提供法律武器。当可能引发种族宗教不合等兜底条款被滥用时，合法批评政府的声音、揭露腐败的调查报道，甚至少数族裔权益倡导，都可能被贴上有害标签，遭到封杀，最终将互联网从公共讨论空间退化为国家管控的信息单行道。9. OpenAI 的目标是5年内实现1万亿美元的收入。据金融时报及 TechCrunch 等科技媒体报道，
尽管 OpenAI 今年预计营收达130亿美元，并估值50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有价值初创企业，但这家 ChatGPT 开发商正制定一份雄心勃勃的5年计划，试图填补其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承诺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巨大鸿沟。数据令人震惊 ，OpenAI 拥有8亿常规用户，但仅 5% 付费订阅者， 70% 营收来自每月20美元的个人订阅。而公司已与甲骨文、英伟达、AMD 和博通锁定超过26千兆瓦计算能力采购协议，成本远超当前收入。首席执行官奥特曼此前表示，需要7万亿美元和10千兆瓦电力才能实现通用人工智能 AGI， 并预测2029年营收将达1250亿美元。为弥补资金缺口 ，OpenAI 正探索政府合同、购物工具、视频服务、消费硬件以及通过 Stargate 数据中心项目成为计算供应商本身等多元化收入来源。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多家最有价值企业现已依赖 OpenAI 履行主要合同。金融时报警告称，若 OpenAI 崩盘，可能动摇整个美国市场。奥特曼对外界质疑不以为然，你会看到经济学家说这太疯狂、太鲁莽，而我们只会说让我们做自己的事。当一家亏损企业承诺10年内支出超过当前营收77倍，这究竟是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还是硅谷史上最大的豪赌？ AI 产业分析师认为， OpenAI 正在重演互联网泡沫时期烧钱换增长的危险游戏，若其无法在现金流枯竭前将8亿免费用户的20倍转化为付费客户，或通过企业服务实现可持续盈利模式，不仅自身将陷入流动性危机，更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拖垮依赖其技术的美国大型企业，最终证明当前 AI 热潮不过是又一场由贪婪和盲目乐观推动的资本幻觉。科学家发现高效有机太阳能电池的量子效应。据科学日报及多家科技媒体报道，剑桥大学研究团队于10月1日在《自然材料》期刊发表突破性成果，首次在名为 P3TTM 的有机半导体分子中观察到莫特哈伯德绝缘体量子现象。这种现象此前被认为只存在于无机金属氧化物中。研究负责人李碧文博士解释称，当分子紧密堆积时，相邻位点上的未配对电子会交替排列，形成上下模式，吸收光子后电子跳跃至邻近分子，创造正负电荷，实现接近100%的电荷收集效率，几乎每个光子都转化为可用电流。这一发现彻底颠覆传统有机太阳能电池设计，现有技术需要2种材料分别充当电子供体和受体才能分离电荷，而 P3TTM 单一材料即可自主完成，有望大幅降低制造成本，并实现更轻薄柔性的太阳能板。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目主导者理查德·弗伦德爵士曾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内维尔·莫特，如今将导师100年前的量子力学理论应用于有机材料，实现了科学的完整闭环。当单一有机材料打破100年物理定律，实现近乎完美的光电转换，这会为全球能源格局带来何种革命性改变？清洁能源专家认为，若 P3TTM 技术成功商业化，将开启单材料太阳能电池时代。建筑物可安装透明发电窗户，可穿戴设备集成自供电太阳能层，偏远地区部署超轻型便携电站，最终使太阳能从补充能源跃升为主导能源，加速人类摆脱化石燃料依赖。但关键挑战在于该材料能否通过数十年户外暴露的稳定性测试。中国稀土主导地位及其对全球产业的影响。美国警告称，如果中国实施出口管制，全球将脱钩。据多家国际媒体报道，中国商务部于10月10日发布2025年第61号公告，宣布史上最严格稀土出口管制，在今年4月限制7种稀土元素基础上，新增火、铬、锫、铀和氦共5种元素，使管控范围扩至17种稀土中的12种。并首次对稀土提炼设备实施出口许可，12月1日起生效。公告明确规定，任何与外国军方有关联的企业，包括美国公司，将被拒发出口许可，用于军事目的的稀土申请将自动驳回。这一武器化供应链策略震撼全球，中国掌控60%稀土开采和90%提炼能力。美国国防工业1908个武器系统的8万06个组件依赖中国稀土。
从 F-35战机、导弹制导到雷达阵列无一例外。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警告称，新规将加剧美国国防供应链脆弱性，使中国军力扩张速度超越美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作为反制，美国国防部7月向 MP Materials 公司投资4亿美元，成为最大股东，承诺10年内以每公斤110美元保底价采购产品。但分析师坦言，中国用数十年建立的工业产能，没人有决心复制。前白宫顾问警告，他们能禁止地球上任何国家参与现代经济，因为稀土渗透从智能手机到电动车的一切产品。当一个国家掌握现代工业咽喉要道，并公开将其政治化，这是否预示全球化时代的终结？地缘经济专家指出，中国此举正在重演2010年稀土危机剧本，当年对日本短暂断供，导致价格飙升，迫使日本投资多元化，却未能根本摆脱依赖。而本轮管制若持续，将触发技术脱钩多米诺效应，西方国家被迫投入数千亿美元重建稀土产业链，全球制造业将按意识形态分裂为中国阵营与民主阵营两大平行体系，最终导致供应链效率崩溃，消费品价格暴涨，并使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清洁能源技术太阳能板、风力涡轮、电动车电池因成本激增而推迟10年普及。12. 印度与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接触。据半岛电视台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阿富汗塔利班代理外长阿米尔汗穆塔基于10月10日抵达新德里，进行为期3天访问，成为塔利班2021年重夺政权以来访印最高级别官员。印度外长苏布拉曼扬贾伊尚卡尔12日宣布，将驻喀布尔技术团队升格为正式大使馆，标志新德里对塔利班政策发生历史性转折。这一逆转极具讽刺意味。1996至2001年塔利班首次执政期间，印度拒绝任何接触并关闭使馆，指责其为巴基斯坦情报机构代理人，而今穆塔基承诺阿富汗领土不会被用于针对印度。印度则邀请印企投资阿富汗矿业，并承诺重启中断的基建项目。分析人士指出，驱动这场拥抱宿敌的关键因素是地缘政治重组。塔利班与昔日盟友巴基斯坦关系恶化，巴方12月对阿富汗空袭，而中国正撮合巴塔和解，令新德里不安，迫使印度将塔利班视为次等邪恶，以对冲中巴影响力。然而此举引发激烈争议，首场记者会禁止女记者入场遭抵制后，塔利班代表团勉强同意次日允许女性提问。女记者斯米塔夏尔玛当面质问为何剥夺阿富汗女性受教育权，穆塔基语焉不详回避。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刑事法院7月以迫害妇女和女童罪名对塔利班最高领袖发出逮捕令。当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为战略利益与实施性别种族隔离政权握手，这种实用主义外交的道德代价是什么？南亚政策专家警告称，印度此举可能开启危险先例，若新德里在不要求塔利班改善人权记录的情况下升级关系，将向其他威权政权传递民主价值观可被交易的信号，最终侵蚀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更深层风险在于，塔利班正玩多项外交游戏，同时讨好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以换取经济援助，而印度可能为争夺影响力不断妥协底线，最终既未能遏制中国在阿富汗扩张，反而因纵容塔利班暴行而丧失全球道义领导力，成为这场地缘博弈中最大的战略输家。13. 英国食品体系需要3大关键转型才能增强韧性。据 The Conversation 报道，英国独立食品政策专家委员会于10月14日发布最新报告，指出英国食品体系正面临结构性脆弱，若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将无法抵御未来的气候冲击与全球供应链危机。报告提出3大关键转型方向：一是实现供应链本地化，减少对进口依赖；二是推动农业多样化，培育适应极端气候的作物；三是改革政策机制，建立更灵活的风险补偿与粮食储备体系。数据显示，英国目前约 46% 的食品依赖进口，而近年来脱欧、疫情与俄乌冲突叠加，已造成物价暴涨与供应断档。专家警告，这种高度依赖外部供应的结构使英国在全球粮食体系中格外脆弱。与二战时期通过国内生产保障粮源的历史经验相比，如今的英国似乎正朝相反方向滑落。
英国若持续忽视粮食体系改革，将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造成怎样的系统性威胁？食品安全专家指出，这种结构性失衡若不扭转，未来任何气候灾害或国际冲突都可能迅速演变为国内粮食危机，使英国在全球化退潮中陷入被动与孤立的危险。14，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资金削减可能导致1370万人陷入饥饿危机。据法新社 AFP 10月15日报道，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发出严厉警告，全球资金短缺可能导致额外1370万人陷入严重饥饿。报告显示，由于主要捐助国削减预算， WFP 的年度援助资金将从98亿美元降至64亿美元，缩减幅度高达 35%。非洲之角、阿富汗、也门与海地等地区的粮食配给已被迫削减一半，部分地区救援计划面临中断。WFP 执行主任辛迪·麦凯恩直言，我们正处在选择谁能吃饭，谁要挨饿的时刻。历史上，类似的援助削减曾在索马里、苏丹引发大规模人道灾难。如今的国际社会再次重蹈覆辙，反映出地缘冲突与援助疲乏叠加的危机。全球粮源体系崩塌会对国际秩序与贫困治理造成怎样的连锁反应？专家警告称，若资金缺口持续，国际社会可能进入选择性援助时代，弱国与冲突区将被迫自生自灭，人道主义体系的根基将遭受前所未有的侵蚀。15，巴西和印度寻求新市场以应对美国贸易政策。据日本时报 The Japan Times 报道，巴西与印度正积极联手开拓新兴市场，以对冲美国日益强硬的贸易政策。10月15日，两国贸易部长在新德里会晤，宣布启动南南贸易振兴计划，目标是将双边贸易额从120亿美元提升至300亿美元，并扩大在农产品、绿色能源及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自美国实施关税壁垒与补贴法案后，印度钢铁出口下降近 20%， 巴西大豆订单被美企挤压，两国经济增长均受拖累。历史上，类似的贸易联盟曾在上世纪70年代推动第三世界自立运动，如今巴印联手，显然意在重塑全球供应链与地缘经济格局。这场去美元化式的贸易联动将对美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造成怎样的震荡？经济学者认为，若巴印合作深化，可能引发更多发展中国家寻求替代结算体系，削弱美元霸权，标志着南方国家在全球贸易秩序中迈向独立回归的新时代。16，荷兰将资助乌克兰9000万欧元无人机生产。据 European Pravda 报道，荷兰国防部长鲁本布雷克尔曼于10月15日在布鲁塞尔宣布，荷兰将向乌克兰提供一笔9000万欧元的特别资助，用于扩大无人机的生产。支持的类型包括侦察无人机与攻击型无人机，旨在升级乌克兰的空中打击与监视能力。布雷克尔曼指出，这笔资金将用于组件采购、生产线现代化以及快速扩大成品型号投产。近年来，荷兰已向乌克兰提供数额更大的军援，例如此前200万欧元用于反无人机支援。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此次援助加码显得格外关键。历史上，西方国家资助武装冲突武器生产并不罕见，但将此直接用于前线国产化能力建设，作用更具颠覆性。荷兰此举将如何改变乌克兰战局与西方军事援助格局？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这或将加速乌克兰军事自主能力增强，削弱对进口武器的依赖，同时可能促使其他捐助国也转向深度产能支持模式，从而重塑未来战争援助逻辑。17，特朗普的预算主管在政府关门期间重塑政府。据 Federal News Network 报道，特朗普任命的预算主管 Russ Vought 正利用政府关门危机，重塑联邦政府的规模与结构。随着停摆进入第3周，预算办公室开始行使前所未有的权力，选择性支付军费与执法经费，同时裁撤卫生、教育、科学机构的职位。已有超过4100名联邦雇员收到解雇通知。Vought 被特朗普戏称为死神，主导将资源向总统优先事项倾斜。此举与传统政府停摆仅暂缓支出、保全人员的做法截然不同。历史上，美国政府停摆通常只造成临时停工，
而不会触及永久裁员。此次做法被批政治化与长期重塑政府的前奏，如此重塑是否会撼动美国政府的行政平衡与体制稳定？政策观察人士指出，若 VOT 的重构模式被视为可复制，将成为未来行政权限扩张的模板，可能削弱国会预算控制权，夯实总统行政集权地位，对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造成深远影响。18. 日本要求 OpenAI 保护动漫和漫画版权。据 Engadget 报道，日本政府近期正式向 OpenAI 提出请求，要求其停止未经许可使用日本动漫与漫画作品。日本内阁官房知识产权与 AI 战略负责人木内忍在记者会上强调，动漫与漫画是不可替代的文化瑰宝，不能被 AI 工具随意借用。日本数字大臣平井卓也呼吁 OpenAI 自觉遵守版权法规，提出若 OpenAI 不合作，日本或依据 AI 促进法启动监管。此次请求源于 OpenAI 最新视频生成工具 Sora 2被指在用户上传时大量复制、嵌入日本版权作品元素。OpenAI 曾为创作者提供退出机制，但是否包含日本创作者尚无定论。回望过去，版权保护一直是日本文化产业的核心基石。此次对 AI 的官方干预可能标志着新一轮技术与创作权利的博弈。日本此举能否迫使 OpenAI 调整其训练策略与商业模式？知识产权专家认为，一旦日本率先立法或行政介入，可能引发全球范围的 AI 与版权监管浪潮，迫使大型 AI 平台更严谨地处理创作者利益与技术发展边界。19. 新的血液检测可提前10年发现 HPV 相关癌症。据 Morgen Post 的报道，德国与美国科研团队近日在2025年9月发表新研究，称一种名为 HPV DeepSeq 的血液检测技术，能在无症状阶段就检测出 HPV 相关头颈癌前体 DNA， 最早可提前 7.8 年至10年。研究中共取自5-6名参与者的血样进行检测，结果在22例未来发病者中成功捕获 HPV 肿瘤 DNA， 特异性达 100%， 敏感性约 79%。目前 HPV 相关头颈癌尚无广泛筛查工具，通常确诊时已属中晚期。过去几十年，医学界对 HPV 癌症的发现多依赖病变出现后的影像或组织活检，而此次突破或将彻底改变早筛格局。这种10年之先的检测能力将对癌症预防与治疗产生怎样颠覆性影响？癌症早筛专家认为，若能大规模推广此类技术，未来可能显著降低侵入性治疗，提高存活率，并重塑癌症管理模式，让后期发现不再是常态。20纳米颗粒疫苗可预防小鼠癌症。据 O Global 报道，巴西科学家于2025年10月发布研究成果，他们研发出一种纳米颗粒疫苗，在小鼠体内成功预防某些类型癌症的发生。该疫苗将肿瘤抗原加载到纳米载体中，诱导免疫系统识别并清除潜在癌变细胞。实验数据显示，接种组中有 80% 的小鼠在随访期间未出现肿瘤，而对照组几乎全部发病。研究团队指出，这款疫苗特别针对早期癌变甚至癌前状态，未来可能用于高风险人群的癌症预防。历史上，人类在癌症领域一直致力于治疗而非真正预防。此次研究若能转化临床，或将标志从治到防的范式转移。若这种疫苗在人类身上同样有效，将如何重塑未来的癌症预防策略？免疫学专家指出，若成功，可把癌症从被动治疗病症转为可预防疾病，在高危人群中提前干预，甚至有望降低癌症发病率与医疗负担。21世界气象组织警告，二氧化碳水平将创历史新高，全球变暖将持续很长时间。据 Irish Times 报道，世界气象组织于2025年10月15日发布最新温室气体公报，指出大气中溴浓度在2024年跃升3.5 ppm， 创自1957年有记录以来年度最大增幅，达到约 423.9 ppm。 报告警告，这背后不仅因化石燃料燃烧量未减，森林火灾频发，还因为陆地与海洋碳汇吸收能力正在减弱。与此同时，甲烷与氧化氮也达历史高点，合力加速全球变暖。过去几十年，溴浓度从20世纪60年代每年仅增长约0
8 ppm 加速至如今平均2到3 ppm 级别，这种趋势加剧了极端天气、干旱、热浪等危害。回望工业革命前 ，Era Coal 约280 ppm， 如今数值翻倍，印证人类活动对气候的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地球若持续高碳常态，将引发怎样不可逆的气候极限破局？气候科学家警示，若未能迅速扭转排放趋势，可能触发反馈环路、碳汇功能倒退、冰雪融化加速、极端事件增多，最终把我们推入一个无法回头的高温新纪元。22 Stellantis 在美国投资130亿美元。据 HIS 报道 ，Stellantis 于2025年10月宣布，未来4年将在美国投资约130亿美元，约合11.2亿欧元。这一投资包括扩大生产线、重新启用伊利诺伊州 Belvidere 工厂、新建或改造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印第安纳州等地工厂。公司计划推出5款新车型，并在这些工厂创造超过5000个就业岗位。此举部分是为了应对美方关税压力，公司估计今年将面临约17亿美元的年度关税成本。Stellantis 在过去一段时间曾因美政策和关税导致销量和盈利承压，尤其在北美 SUV 皮卡市场出现下滑。相比过去依赖进口生产的模式，此次举动显得尤为果断和自救意味强烈。透过本土化生产与扩大产能，公司试图修复市场地位并稳固供应链。这将对北美汽车业格局与跨国制造链造成怎样深远影响？行业分析师指出，这种大规模在美投资可能成为汽车业逆全球化、本土化转型的标志，也可能驱动其他车企进行类似布局，从而影响未来的关税应对和产品竞争格局。23 Graphene OS 与主要制造商合作，拓展 Pixel 手机以外的业务。据 HIS 报道，Graphene OS 开发团队于2025年6月起与一大型 Android 智能手机 OEM 厂商展开合作，准备将其安全隐私定制操作系统推广至旗舰 Snapdragon 处理器手机上，打破此前仅限于 Google Pixel 手机的限制。新的设备预计将采用 Snapdragon 8 Elite Gen 5芯片，以提供更优的 CPU、GPU 性能、WiFi 蓝牙、GNSS、eSIM 等通信能力和神经网络加速支持。根据官方说明，新合作机型将作为厂商的常规旗舰产品上市，价格与 Pixel 手机相近，覆盖更多国家市场。首次支持的新设备或将在2026年下半年或2027年正式发布，具体机型尚未公开。过去 Graphene OS 由于对硬件安全启动、即时补丁、驱动、内核支持要求极高，只有 Pixel 系列满足所有要求。如今合作 OEM 意味着其可脱离对 Google 设备的高度依赖，扩大用户基础。这一转变是否会引发定制 ROM 隐私手机生态的重大变革？技术与隐私专家认为，此举可能使强隐私、开源操作系统走向大众旗舰市场，推动手机厂商重新考虑开放引导、补丁策略与系统安全，从而重塑 Android 生态中用户隐私的标准与竞争方向。24全球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对监管的认识、关注和信任。据 Pew Research Center 报告，2025年1月至4月间，对25个国家的28333名成年人进行调研，结果显示，有中位数 34% 的成年人对人工智能的使用感到更担忧多于兴奋， 42% 则是既担忧又兴奋，只有 16% 表示更兴奋。在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巴西和希腊等国家，约一半成年人倾向于担忧 AI 的增长。此外，调研还发现，多数受访者信任本国政府监管 AI， 例如印度高达 89%， 印度尼西亚 74%， 以色列 72%， 但对欧盟 EU 的信任中位数为 53%， 对美国为 37%， 对中国为 27%。高收入国家的成年人更可能听说很多 AI。年轻人、男性教育程度高、常在线者也更倾向于对 AI 表示积极或熟悉。过去几年，公众对 AI 的认知与信任持续变化。相比早期2020年代初期 ，AI 还较为陌生，现在公众已较为了解，但忧虑与期待并存。这种动态反映了 AI 技术扩张速度远超监管准备。
公众态度的这种转变会对全球 AI 监管框架与技术发展节奏形成怎样持续影响？研究人员指出，公众对 AI 的担忧增加可能促使各国加快立法和监管机制建设，同时也可能抑制技术公司在某些国家的创新步伐，进而影响 AI 在教育、就业和隐私领域的应用前景。25.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边境战斗后同意停火48小时。据伊利报道，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在托尔哈姆边境地区爆发激烈交火，造成至少1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后，于10月15日晚同意临时停火48小时。冲突起因于塔利班武装越境修筑新检查站并袭击巴方哨所，巴军随即动用迫击炮反击，导致贫民区受损。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此次停火旨在为恢复外交沟通创造空间，并敦促塔利班防止边境恐袭蔓延。自2021年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两国因边境安全和难民问题频繁冲突，关系急剧恶化。短暂停火能否阻止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南亚安全专家指出，这场停火只是战术性暂停，若双方缺乏政治互信与边境管理合作，零星冲突可能卷土重来，甚至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地区安全危机。26. 英国制裁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中国码头。据 BBC 报道，英国政府于10月15日宣布对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及多家协助运输俄油的中国港口与航运企业实施新制裁，涉及约90个目标名单。伦敦称，这些企业助长俄罗斯规避能源禁令，并在影子油轮舰队网络中发挥关键作用。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英国公民或企业进行交易。英国外交部指出，新一轮制裁旨在削弱俄罗斯战时财政能力，并警告中国企业不要成为制裁规避的通道。这是英国首次直接制裁中国码头设施，引发国际市场震动。英国此举会否引发中俄与西方之间新的经济对抗？国际能源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步骤可能促使俄中进一步整合灰色航运网络，削弱西方制裁的实际效果，同时加剧全球能源运输的地缘政治紧张与市场波动。27. 特朗普促成加沙停火，但持久和平仍不确定。据 BBC 报道，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10月15日宣布，在其斡旋下，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双方同意暂停战斗72小时，以便进行人道援助与人员撤离。白宫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通过卡塔尔与埃及中间人进行秘密会谈，是停火得以实现的关键人物。然而，多数外交官警告，这一停火脆弱且暂时，加沙地区的基础设施已近崩溃，暴力循环随时可能重启。在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后，中东局势一度趋稳，但此次冲突再度揭示根本矛盾仍未解决。特朗普的这次和平斡旋是否足以改变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中东问题专家指出，虽然短期内有助于特朗普重塑谈判者形象，但若缺乏长期政治解决方案，此次停火更像是政治秀而非真正的和平转折。28. 新的肥胖定义可能将近 70% 的美国成年人归类为肥胖。据卫报报道，2025年10月15日，马萨诸塞总医院研究团队在 JAMA 网络开放发布报告，新肥胖定义将美国成年人肥胖率从 43% 激增至 69%，70岁以上人群达 78%。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委员会提出新标准，并弃单一 BMI 大于等于30，纳入腰围、身高比和脂肪分布，聚焦腹部脂肪引发的糖尿病、心血管病风险。措施包括修订诊疗指南，推广早期干预，但争议不断，精准诊断还是加剧污名。1970年代 BMI 误判肌肉为脂肪，忽视分布差异。如今新定义直面肥胖危机从隐形流行到一意孤行的升级，健康政策与公众认知冲突加剧，这会如何重塑医疗体系，加剧保险负担与健康不平等？肥胖专家林赛弗曼博士认为，新标准将提升治疗优先级，但若无政策支持，可能加重低收入群体负担，深化健康鸿沟。29. 魁北克法官因提交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法律论据而对一名男子处以5000加元罚款。
据 CTV 新闻报道，2025年10月1日，魁北克高等法院法官吕克·莫林对自辩男子让·拉普拉德罚款5000加元，因其提交 AI 生成的虚假法律论据，包括虚构引述和不存在判例，挑战2021年巴黎仲裁庭270万美元赔偿裁决。此案源于2019年飞机劫持纠纷，涉及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法官斥其破坏司法诚信，要求强制披露 AI 使用以防欺诈。2023年，美国律师因 ChatGPT 幻觉被罚后 ，AI 误用案频发。如今此判凸显司法从科技赋能到格外孤立滥用的急转弯。AI 狂潮与传统严谨冲突加剧，这会如何侵蚀公众对司法信任，削弱 AI 法律应用边界？法律伦理专家称，若不规范 AI 使用，可能引发诉讼潮，动摇司法根基，并加剧自辩者劣势。30， Waymo 将于数周内在伦敦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据伦敦标准晚报报道，2025年10月15日，谷歌旗下 Waymo 宣布数周内在伦敦推出捷豹 iPace 无人驾驶出租车，初期配安全员测试，目标2026年商业运营。成欧洲首座机器人出租城市。Waymo 联手 Move 管理车队，需遵英国新法规，确保安全匹敌人类司机。Waymo 在美国5城运营超1500辆无人车，每周25万次行程，但伦敦黑出租司机协会视其游乐场把戏，担忧就业冲击。2009年谷歌项目起步，2018年事故后谨慎推进，如今伦敦扩张，科技狂飙与传统就业冲突一意孤行。这会如何颠覆伦敦交通，加剧隐私与拥堵矛盾？交通专家称，Waymo 或减排20%，但若无就业过渡政策，可能引发司机抗议，考验城市包容性。31，美国政府加强对美国公司的控制，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2025年1月15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新一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这些公司涉嫌通过吉尔吉斯斯坦等中转的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获取用于武器生产的双重用途货物，涉及价值数亿美元的电子元件和芯片出口。核心事件聚焦于美国加强出口管制，要求美国科技企业如英特尔和高通等，在对华供应链中嵌入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强制披露中国依赖度超过20%的业务。具体措施包括新增实体清单，覆盖50多家中企，并设立供应链重塑基金，拨款100亿美元，支持企业转向越南和印度生产基地。此举源于俄乌冲突升级，中国被指一意孤行支持俄罗斯军工，与2018年特朗普首轮华为禁令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仅针对单一企业，如今扩展至整个半导体链条，凸显美中脱钩从精准打击到格外孤立的全球冲突。这将如何加速全球科技分裂，迫使新兴市场国家在中美间选边站队？地缘经济专家认为，此控制将重塑供应链格局，但可能推高全球芯片价格20%，加剧发展中国家数字化鸿沟。32，美国投资财团斥资400亿美元收购数据中心运营商，以增强 AI 基础设施。据路透社报道，2025年10月14日，由黑石集团和 KKR 领衔的美国投资财团宣布斥资400亿美元收购数据中心运营商 Equinix 30%股权，并注入额外200亿美元用于 AI 专用基础设施扩张，目标是将服务器容量翻倍至500兆瓦，支持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模型训练。核心事件源于 AI 算力短缺危机，财团计划在德克萨斯和弗吉尼亚新建10座绿色数据中心，采用液冷技术和可再生能源，预计2027年上线。具体措施包括与英伟达合作优化 GPU 集群，减少碳排放30%，并设立 AI 基础设施联盟，吸引微软等巨头参与。此举凸显硅谷 AI 狂热从实验室实验到一意孤行资本竞赛，与2023年亚马逊斥资100亿美元建 AI 中心形成对比。当时聚焦云服务，如今转向全球数据霸权争夺，冲突中更显能源与隐私困境。这将如何重塑 AI 全球格局，加剧发展中国家在算力竞赛中的边缘化。AI 投资专家认为，此收购将加速美国 AI 领先，但若无国际监管，
可能放大能源消耗危机，推动全球碳排增加 15%。33. 欧盟计划在2030年前加强无人机墙和防空系统，以增强军备。据 InfoMoney 报道，2025年10月1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提出欧洲盾牌计划，到2030年投资500亿欧元强化无人机墙和防空系统，应对俄罗斯边境威胁，覆盖波兰至波罗的海27国。具体措施包括联合采购2000架 MQ-9式无人机和铁穹式拦截系统，提升响应时间至5分钟内，并从2026年起启动快速部署基金，每年拨款100亿欧元，用于波兰和芬兰边境部署。报告警告，俄乌冲突已导致欧盟东部热浪概率翻倍，需从防御转向预制打击。此计划凸显欧洲安全从和平红利到一意孤行军备竞赛，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 NATO 东扩形成对比，当时仅增兵5000人，如今扩展至高科技壁垒，格外孤立于外交调解努力。这将如何改变欧洲大陆军费分配，放大内部东欧与西欧的战略分歧？国防政策专家认为，此计划将提升欧盟威慑力，但若资金依赖美元，可能削弱自主性，引发成员国预算冲突，并推高税收负担 10%。34.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20亿欧元军事援助。据新闻1分钟报道，2025年10月15日，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在柏林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0亿欧元军事援助包，包括200辆豹2坦克和500枚防空导弹，以应对俄罗斯边境推进。具体措施涵盖从2026年起分批交付，设立联合训练营，提升乌军操作能力，并整合欧盟资金，确保可持续供应。此举源于俄乌冲突白热化，乌克兰东部战线损失超5万士兵，凸显西方援助从防御支持到一意孤行升级的冲突，与2022年德国犹豫不决拒绝坦克援助形成鲜明对比。当时舒尔茨担心激怒莫斯科，如今却格外孤立于外交调解努力，这将如何加剧欧洲能源危机，推动北约内部军费分担的分歧？军事专家认为，此承诺将强化乌克兰防御，但若无停火路径，可能延长冲突，推高全球粮价 10%， 并放大难民潮。35. 美国授权中情局采取行动推翻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据圣保罗夜报报道，2025年10月14日，美国国务院确认授权中央情报局 CIA 启动自由之鹰行动，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推翻尼古拉斯马杜罗政权，包括情报共享和非致命援助，针对7月选举舞弊指控。具体措施涉及与玛利亚·科里纳·马扎多领导的联盟合作，提供加密通信工具和边境渗透训练，预计2026年初见效。此计划凸显美拉对抗从制裁施压到一意孤行干预的升级，与2019年特朗普承认瓜伊多为临时总统失败形成对比。当时仅经济封锁，如今转向情报主导，格外孤立于联合国调解。历史回看 ，CIA 1953年伊朗政变曾成功但酿苦果，如今委内瑞拉石油危机中，此举冲突更显地缘野心，这将如何重塑拉美政治版图，放大移民危机与地区不稳？情报专家称，此授权或加速政权更迭，但风险高企，可能引发内战，损害美国在拉美信誉，并推高油价 15%。36. 嵌暴露可能限制尼安德特人的大脑和语言发育。据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今日报道，2025年10月15日，X 的考古学家团队在科学进展杂志发表研究，发现尼安德特人洞穴遗址铅浓度超现代标准10倍，可能抑制大脑发育和语言演化，解释其灭绝谜团。具体细节显示，铅通过狩猎工具和水源积累，影响海马体功能，导致认知缺陷达 20%。措施包括模拟实验验证，呼吁考古重估环境毒素作用。此发现凸显人类进化从适应优势到一意孤行环境制约的冲突，与智人低铅暴露形成对比，当时后者受益火山土壤进化。历史关联，工业革命铅中毒曾致儿童智商降5分，如今回溯尼安德特，格外孤立于优胜劣汰叙事，这将如何改写人类起源故事，挑战现代环境毒素对认知的长期警示？古人类学家认为，
此研究警示铅暴露遗留效应，但需更多化石证据，否则可能夸大环境因素，忽略气候变迁主导灭绝。37 OpenAI 将允许 ChatGPT 为经过验证的成年用户生成色情内容。据 BBC 报道，2025年10月14日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在 X 平台宣布，从12月起 ，ChatGPT 将允许经过年龄验证的成年用户生成色情内容，包括情色文本，作为对待成人用户如成人原则的一部分。此举源于公司缓解心理健康风险后放松限制。具体措施包括推出行为年龄预测技术和自动重定向未成年人致无图形性内容版本，并禁止涉及未成年人的任何性内容。奥特曼承认，早前严格管制虽保护了脆弱用户，但让许多人觉得不太有用或愉快。这一转变凸显 AI 伦理从过度谨慎到一意孤行自由化的冲突，与8月因青少年自杀诉讼加强控制形成鲜明对比。当时 OpenAI 面临首次错误死亡指控，如今却格外孤立于全球监管呼声。这将如何重塑 AI 内容边界，放大数字道德与用户隐私的深层张力？AI 伦理专家认为，此政策或刺激创新，但风险高企，可能引发滥用浪潮，考验 OpenAI 在商业扩张与社会责任间的平衡。38. 澳大利亚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上升重塑人口增长。据 The Age 报道，2025年10月15日，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总生育率 TFR 降至1.50婴儿，女性创历史新低，出生数仅286,998例，比2022年减少近1.4万，同时死亡数达187,268例，较上年增4137例，导致自然增长率锐减至0.4%。具体措施包括政府推出育儿现金补贴和住房激励，但专家警告，预计2055年中死亡将超出生，人口增长依赖移民达1.4%年均。具体细节显示，母亲中位年龄升至31.9岁，15到19岁生育率跌超2%。此趋势凸显澳洲人口从婴儿潮到一意孤行老龄化的升级，与1970年代 TFR 峰值 3.5 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经济繁荣助长生育，如今高房价和气候焦虑格外孤立年轻夫妇，这将如何扭曲劳动力市场，加剧养老负担与移民依赖的结构性矛盾？人口学家认为，此变化将推高老龄化比率至 38%， 若无政策干预，可能抑制 GDP 增长 1%， 深化城乡生育鸿沟。39. 印度承诺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支持美国孤立莫斯科的努力。据 Deccan Herald 报道，2025年10月15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向其保证，印度将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此举旨在切断莫斯科战争资金，支持乌克兰。具体措施包括从下月起转向中东和美国供应商，预计减少俄罗斯海运原油 40% 的市场份额，并通过双边关税豁免换取能源安全承诺。此承诺源于特朗普7月 100% 关税威胁和折扣收窄，凸显印美联盟从战略自主到一意孤行对俄施压的转变，与2022年俄乌冲突后印度成最大买家形成鲜明对比。当时折扣吸引进口超200万吨每月，如今格外孤立于能源现实。这将如何重塑全球油市格局，放大印度通胀与新兴市场能源安全的深层风险？能源专家认为，此决定或加速俄油转向中国，但可能推高印度进口成本 15%， 考验莫迪政府在外交与经济的微妙平衡。40. 叙利亚总统会见普京，已在阿萨德倒台后重建关系。据金融时报报道，2025年10月15日，叙利亚临时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首次会晤，旨在阿萨德政权倒台10个月后重塑双边关系。沙拉领导的反叛武装去年12月迅速攻占大马士革，推翻莫斯科长期支持的巴沙尔·阿萨德，后者携家族逃亡俄罗斯寻求庇护。会谈中，沙拉强调重新定义俄叙关系，确保叙利亚主权与领土完整，并承诺履行以往协议，
包括保障俄罗斯在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权益。普京赞扬叙利亚议会选举为社会巩固步骤，承诺扩大经济合作。具体措施包括俄罗斯提供石油天然气援助和技术支持，以换取基地续约，但沙拉私下要求引渡阿萨德以审判战争罪行，此事未公开提及。此举凸显俄叙从昔日敌对到一意孤行务实联盟的转变，与2015年俄罗斯空袭反叛势力支持阿萨德形成鲜明对比。当时莫斯科视沙拉为恐怖分子，如今却格外孤立于西方制裁努力。这将如何重塑中东地缘格局，加剧伊朗与土耳其的代理冲突？中东专家认为，此会晤或巩固俄罗斯影响力，但若无阿萨德引渡，可能引发叙利亚内部反弹，延长重建进程并放大难民危机。41. 新生儿基因组筛查提供早期答案并改善婴儿护理。据快公司报道，2025年10月15日，国家卫生研究院拨款1440万美元启动 Beacons 项目，在10个州筛查3万名新生儿的全基因组测序。作为新生儿筛查的补充，旨在覆盖数百种遗传病，提供早期诊断以改善婴儿护理。核心事件源于 Guardian 研究去年秋季结果，在首批4000名新生儿中，3%以上获得可行动诊断，如 CDKL5 缺陷障碍导致的癫痫和发育迟缓。婴儿如马格特哈斯立即获专科治疗和支持团体。具体措施包括整合全基因组测序 DAGS 与传统生化筛查，检测255种早期遗传病，预计结果几天内返回，并扩展至长 QT 综合征等可防秃鹰死亡的条件。此创新凸显儿科从被动响应到一意孤行预防医学的升级，与1960年代传统新生儿筛查仅限60种病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依赖生化测试，忽略基因变异，如今格外孤立于伦理争议如隐私风险。这将如何重塑公共卫生体系，放大基因数据公平性与成本负担的深层挑战？基因组学家认为，此筛查将降低婴儿住院率20%，但需政策保障多样化参与，否则可能加剧少数族裔诊断差距，考验医疗公平。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了，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